6月19号，在英国伦敦的内伦敦刑事法庭，28岁的邹振豪被判了无期徒刑，到24年后才可以申请假释。他还提出用化学阉割来换取减刑被法官当庭拒绝了，因为化学阉割是可逆的，之前也有被化学阉割了的罪犯再次性侵他人的例子。这案子呢，国内外华人关注很久了。这个邹振豪在2019年到2024年，在英国伦敦还有中国多地实施了连环性侵犯罪，涉及至少11项强奸罪及多项其他罪名。法庭证据包括在他公寓里搜出的58段明确性侵视频，还有上千小时录像。有些画面因为过于露骨，导致陪审员情绪崩溃，那法官还因为这个豁免了他们未来20年的陪审义务。这警察光确认的受害者就有10多人，按聊天记录推算呢，至少有60名女性遭殃。那这事儿可能大家觉得案子既然判了，这事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但其实像邹振豪这样从身边人到熟识的，到泛泛之交，到网上约人见面，所有这些女性一个一个全是下完药迷晕人家，在伤天害理，还把整个过程拍下来收藏甚至分享。这种手段在全球的暗网上早就已经是一个持续了好多年的成熟的产业链了。20年的9月12号，法国的马赞市有个72岁的老头叫多米尼克，因为在超市偷拍人家裙底被当场抓获。警方从他的手机里还有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里翻出来大量性侵视频，而大多数受害对象只有一个，就是跟他结婚50多年的妻子吉塞尔。从2011年到2020年，这老头背地里给老婆下药10年，从暗网上找来至少71个陌生男人轮番性侵，还拍了2万多段视频。这案子一直审到去年底法国阿维尼翁法院顶格判了他20年监禁。这说的是法国的这么一个案子，属于此类案件在全球范围内的冰山一角。今天这期我主要想说的是发生在海内外华人之间的迷奸犯罪活动也早就猖獗到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了。去年的9月20号，芒果台和最高检联合制作播出的守护解放西特别篇《消失的记忆》，曝光了国内的迷奸犯罪产业链，首次披露了横跨13省的特大迷奸团伙案。你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对话吗？这个车指的就是受害者，油就是迷药，代价就是指帮忙下药的帮凶。这些罪犯实施犯罪的时候，大多采用3种不同的药物，行话叫3件套。先让受害者服下第一种药打底，进入深度睡眠，随后通过注射下第2种药，进行彻底麻醉。那如果受害者中途出现意识恢复的迹象，就把第3种药倒在纸巾上捂住口鼻除了3件套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药品也被用于这种犯罪。你可能会想，这种事儿离自己很远，其实熟人下手才是最防不胜防的。江苏有个姑娘在快餐店相亲，男方趁她上厕所直接把药粉倒进她咖啡里。上海餐厅里，女生低头打游戏的功夫，饮料就被对面才海归几天约着叙旧的男发小下了药了。那个法国的妻子吉塞尔10年间又是脱发又是晕倒，跑遍医院查不出毛病压根儿就没怀疑过每天递水给自己喝的丈夫。那邹振豪在朋友圈里还是个体面人，伦敦大学博士，带100万名表，租高档公寓，受害者里甚至有学术会议认识的女学者。这些个罪犯太懂伪装了，专挑最信任他们的人下手。就像警察说的，迷奸案里80%都是熟人作案，卧室KTV 包间甚至自家客厅都能变成犯罪现场。最憋屈的是什么呀？很多受害人往往根本不知道自己被侵害了。那些迷药能让人记忆断片邹振豪案60多个受害者，只有2个人报警，其中1个还因为想不起细节撤诉了。纪录片《消失的记忆》里，那个横跨13省的迷奸集团落网的时候，硬盘里存了400G 的性侵视频，可这么多年硬是没有1个受害者主动报案罪犯呢还准备了后手，等得逞以后还假惺惺发红包写情书，把迷奸伪装成你情我愿。
但真有人察觉不对劲儿了，证据早就没了。那迷药代谢很快的，别说做尿检，一过12小时就查不出来了。哪怕是做毛发检测，又贵又难找地方做，时间如果太久了，也是毫无结果的。那现在这帮杂碎作案越来越刁钻了，买卖迷药都用上加密货币了，追查钱款来路去向的难度直线上升。他们交流呢，全在电报加密群，新人想入伙还得视频认证。关键是这条产业链还特别有韧性，某个团伙去年被端掉了，没过几个月换了个群名字又复活了。抓几个骨干成员就像割一片韭菜啊，是割一茬长一茬啊。反正呢，本着只有先尽可能的了解，才能更好的防范这一目的啊，这条视频也就大致揭露一下这个圈子的一些信息。主要是家有儿女的父母们啊，一定要提醒一下自己的孩子，警惕这种犯罪。事实上，不仅仅是女孩啊，一些男孩也会成为同性恋罪犯的迷奸对象的。最后呢，希望这些犯过案的罪犯有一天都能全部落网，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啊！还有我们最高检都拍纪录片了，来彻底揭露这种罪行了。那目的是什么呀？只有把这些脏事儿摊在阳光底下，无辜大众才能看清楚人间恶魔能恶到什么程度啊！法国的那位受害女士吉塞尔能站出来公开指证自己的丈夫，就是想告诉所有人一个道理啊：该羞耻的是施暴者，不是受害者。